爱他美销量冠军卓奥，自护卓越可见。本节目由豪华长续航混动 SUV 沃尔沃全新 X70 赞助播出。赫莲娜 No.1 抗老精华水，一瓶补水、补油、补精华，补出你的饱满自透光。每周22点，会员抢先看职场辩论脱口秀，老板别听。我们开麦，欢迎各位，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毛倩文。我们是一档聚焦当下职场人热点话题的创意辩论节目。我们将通过6进3的3场初赛以及3进1的1场决赛，从6位职场辩手中选出一位不仅能为打工人发声，也能拿捏领导和职场的职场 carry 王。今天呢，我们不撒鸡汤，只上硬菜。你想知道老板在想什么吗？你想摆脱职业迷茫期吗？今天和我们一起共同找到最优解。那首先呢，我们也要欢迎在场的所有的各位摸最野的鱼，上最想上的班的31位职场深度体验家，欢迎我们的同事们！欢迎大家今天和我们一起上班啊！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2位同事坐镇观察团，让我们欢迎从律政圈跨界到辩论圈，用最温柔的语言说出最隐蔽的漏洞。欢迎罗意涵。同样，我们要欢迎把自己的前半生写成职场教科书，50岁勇闯自媒体战场的逆袭姐刘楠，欢迎。特别想听2位啊，用2个词来形容一下你们工作过的职场。我想用挑战和改变。我中专毕业，然后学的是幼儿教育，没有想到几年后我会到外企大厂去做销售。当我再次转型做自媒体的时候，成就了我现在的内容。你并不需要在你20多岁的时候就知道啊，我未来一定要做什么。那接下来听一下意涵，你会用哪2个词来形容呢？第一个词可能是万花筒，第二个的话是容器吧，因为我是白天是一个法律工作者，然后晚上是做饮料的，平时也是一个偏普法向的一个自媒体博主。其实不管是我做法律工作者面对当事人，还是说做饮料面对的是顾客，还是自媒体上的自媒体朋友们，其实都是我的工作搭子。其实只要工作的节奏不一样，你的思维模式，然后你交流的人他都是换了一波，那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休息。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调节职场压力的一个方式。有的时候白天我们可能在这个工作场上见到他是一个正襟危坐的律师，晚上能看到你给他们调饮料，没想到吧，这是他吸收能量的方式。接下来呢，我们也非常期待今天的2位辩手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完全不同的新鲜碰撞的视角呢？我们接下来正式进入老板别听辩论环节。我们本场会有2位辩手参加比赛，共进行2场辩论。现场的31位同事、观察团以及主持人可以根据选手的表现进行投票。第1轮将会有31位同事投票，总计31票；第2轮主持人和31位同事投票，总计32票。最终观察团会综合今日辩手整场表现，每人投出5票观察票，累计票数最多者就是今天的胜者，晋级决赛。让我们有请出今天的第1位辩手。喂，我是红色。我是蓝色。我是彩色。谁说长得漂亮只能做花瓶？实力让我 hold 住全场。我们开麦，老板别听。Hello， 大家好啊！我是翠，我来自广州。
谁说漂亮女生没大脑？我就是用实力让自己过上漂亮生活的。今天的广普，请大家多多包涵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今天的第2位辩手。这是凡哥，这是上班的凡哥，这是什么地址是我的？明白的，女士，我再帮您想想办法。坚强的凡哥，当然，这也是凡哥。大家好，我是叫我凡哥就行。是谁精分成7人，活成清醒喜剧人？我们开麦，老板别听。Hello， 各位同事好啊，然后也是很有班味儿了。我叫徐非凡，假发一戴谁都不爱。其实我背后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团队的。大家可能在互联网上看到过2位啊，也曾经被他们2位不同的风格所吸引、所折服。但今天在辩论场上，你们是彼此的对手。那么接下来我们第1场1v1的辩论赛，相信2位辩手会给你一些问题的灵感。让我们来看辩题。高薪但讨厌的工作，或者是低薪热爱的工作，你会选择哪一个呢？辩题出现了，接下来2位辩手将要选择你们的持方。我们的观察团呢，将各有一个文件夹，在这个文件夹中呢，将写了正方和反方，由你们来选择正反方。不过谁先选择文件夹，这个可能由不得你们，由我们在场的31位同事来决定。你们1人选择1位同事，看他们身上的这个工牌的编号，谁更靠前，谁来先选文件夹。来，非凡先选吧，选1位你心仪的同事。我选择离我最近的这位同事。这位，看一下你的工牌号码，给我们比划一下。100号。我会选择跟我衣服同一样颜色的旁边那位小姐姐。这位黄色衣服的小姐姐。98号，所以呢，由翠儿来先选择文件夹。你会选择哪一位观察团手中的呢？我选刘楠老师的吧。好，刘楠老师手中是正方高薪讨厌，那么我们的非凡就是一涵手中的反方低薪热爱。好。选择反方的辩手有机会先选择先后手，所以非凡告诉我你是选择先手还是后手呢？我选择先手。那么翠儿，你一会儿是后开后杠先结。现场的同事们也到了你们选择的时刻了。如果你心中更偏向正方，请移动您的座位坐到我们红色背板前方。如果你心中的答案是反方，请移动您的座位来到我们蓝色背板前方。接下来做出你们的选择吧。肉眼可见的选反方的人这么多呀！来看一下大家为什么这么选择吧。来，我们第1排的这位正方男士，会考虑一些比较现实的因素。比如日后会结婚，然后还有买房买车，没有一份高薪的工作不能让我来负担起这么多的支出的。特别棒！问一下你现在有对象了吗？没有啊，没有，我以为这是你对象逼你这么说的呢。他说的也挺有道理的啊。那你作为一个男生，可能肩上的任务确实要更重一点，所以这个高薪首先更吸引你一些。是的。哎，反方。那个该我了的女生跃跃欲试啊，说说你是怎么想的？我选的是低薪热爱的工作，那么这也是我的一个切身的经历。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呢，父母有给我安排一份体制内的工作，但是我毅然而然的拒绝了。然后呢，选择我喜欢的舞蹈行业的工作，从一个助教到一个主教，甚至有时候我当助教的时候是没有工资的。但是我觉得开心跟我的热爱是无价的，大家说对不对？做人最緊要開心。哇，我感覺我都被他說動了。
我觉得做工作其实跟谈恋爱是一样的。如果你选择爱人的话，你是选择一个你喜欢的，但是你们可能经济水平没有那么好的，还是说你就愿意嫁给金钱？其实是一样的。你可以脑海里想想一个你很讨厌的人，然后现在他正要亲你了，你就会觉得不要。不喜欢的人在一起，这个挺难坚持的啊。但是这个跟工作是不是一个概念呢？相信2位辩手也会给大家带来他们自己的观点。好的，有请2位辩手稍作准备，辩论马上开启。好的，2位在辩论开始之前，给自己长长气势，向对方来放个狠话。那我先来吧。好。放马过来吧，放马过来吧。太可爱了，那我就放马过来喽。这是狠话吗？这明明就是撒娇。接下来2位将开启你们的立论环节，先开先杠，由非凡先开始你的立论环节。180秒钟的时间，计时开始。高薪讨厌和低薪喜欢，我应该怎么选？那我肯定选择喜欢的呀，我又不是受虐狂，我干嘛要选自己讨厌的？我虽然说没有拿过多么高的薪水啊，但是我知道什么是讨厌。讨厌就是憎恨，就是生理性的厌恶，就是一想到这份工作，我所有的美好品德全部都会消失。恰好我之前在银行的工作就是这种感觉，机械性的重复，循规蹈矩，和我的性格完全不同。虽然那份工作不是说多么高的薪水啊，但是对于22岁的我而言，是刚毕业可以选择的所有工作中收入最高的一份。当时我就做着这份讨厌的工作，经常办着业务就开始哭，因为你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我本人都来了，你还要什么身份证啊？投诉你！不是，你就这么跟客户说话吗？把你们领导找来。这个时候，领导就像一束光一样出现在我的面前。小徐啊，赶紧给客户道歉，客户怎么能有错呢？客户怎么能有错呢？我安抚完了客户之后，一个人孤单的回到我的工位上，眼泪鼻涕顺着脸就往下流，但是我根本不敢擦，因为我怕监控拍到我异常行为扣钱。这段经历一度让我非常的痛苦，让我变得冷漠无情，甚至产生了一些抑郁的情绪。这个时候在健康面前，薪水已经不重要了，你别说高薪了，我连我唯一的心我都不要了。我们现在再来谈热爱啊。什么是热爱？热爱是不遗余力，是不计得失，是我每天花10个小时戴假发戴到头皮发痒，尽管只能得到几百个甚至几十个赞，我依然会乐此不疲。因为每当我翻看评论，看着那些和曾经的我一样被困在工作围城里的人对我说，你的视频真的是我每天工作下去的动力，你说出了打工人的心声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的人生其实还可能有这样的可能性。我可以做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一个被高薪驱动的机器。无论是高薪还是低薪都是暂时的，但是这份热爱是绵长的，它能够激发一个人的潜力和创造力，能够让你找回对于生活的感知力，而不是一具行尸走肉。我们就活这一辈子，为什么不能真切的为自己而活呢？谢谢。接下来翠儿将进入到你的立论环节，180秒钟计时开始。我是一个有高薪讨厌工作以及有过低薪热爱工作经验的人。今天我们在谈理想跟热爱之前，我们回到现实本身。我来给大家讲2个故事啊。我在港大毕业的时候，我在香港地产做了一份高薪的工作，做大宗交易。但我非常讨厌这份工作，因为它日夜颠倒的作息，无休止的应酬，还有24小时 on call、24小时 on call， 让我持续的焦虑、胃痛、失眠。但是就是因为这份讨厌的工作，
我可以在22岁的时候，我都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这个世界。我来分享第二个我高兴但讨厌的工作，就是模特。40多度的天气，我在大草原上换着100多件的羽绒服，里面还穿着毛衣，脚上被钉了10多个包的同时，我还要对着镜头微笑。零下5度，我穿着泳衣在泳池拍泳装，连续24小时工作等等。但这不是我最讨厌的，我讨厌被凝视，我讨厌被贴上花瓶的标签。但是这份工作给我解决了我香港研究生的学费跟生活费，我不用依靠家里人。那我们回到热爱本身，姐妹们，你们上一年买的衣服跟包包，今年还依然很喜欢吗？难道你们不会像我一样，每天打开衣柜都觉得没有衣服穿吗？其实我们大脑是喜新厌旧的，所以讨厌跟热爱其实是有时间限制的，它是暂时的。你以后能接受的事情，其实比现在要宽容非常的多。你今天热爱的工作，它低薪，但明天你可能因为这个工作的繁琐重复，你会觉得麻烦。明年你有可能因为低薪的工作无法对抗生活中产生的风险，而高薪给了你生活的底气。所以我相信，真正的体面是首先来自于不被生活胁迫的底气。所以我选择高薪但讨厌的工作。谢谢两位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立论。我不知道两位观察员是怎么想的，跟我们聊一聊吧。我觉得非凡果然非凡啊，就是他非常的灵。他首先做了一个题目拆解的动作，一方面从他自己的经历去谈可能相对高薪稳定但是却讨厌的工作的这种痛苦。第二个方面呢，他也从自己现在的工作进行了一个对比。其实我们在看这个辩题，在做选择的时候，你是站在当下来说的。现在高薪但你讨厌，但是往更长远看，往未来发展看，是不是有一个新的变化，新的一个转机？感觉一涵把我的词儿全都给抢过去了。我非常喜欢翠儿的观点，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好像我之前在外企的感受。当我身边是一群优秀的人的时候，我当时认知真的非常有限，但是我可以不做选择，我看别人怎么做选择，我去 follow 他们的选择，站在时间线上的这样一个考虑是非常有说服力的。我们的观察团的成员呢，也是给两位带来了一些新鲜的不同的视角，希望能够在后面的辩论里帮到你们。即将到了大家最期待的开杠环节了，开杠环节两位各有90秒钟的时间，两位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好的，那接下来两位你们的开杠环节即将开始，计时开始。刚才你也提到了你做模特的一个经历嘛，那我想问，如果说你这份讨厌的工作让你黑眼圈掉到下巴，让你水肿，让你脱发，让你变得不再是你自己，你会怎么办？低薪的工作就不会有你以上所说的这些症状吗？因为身体健不健康其实跟这个没有关系的。但我很想问你，为什么你觉得你热爱的工作是要值得低薪的呢？可是我们今天编的辩题就是热爱，我这份工作就是已知它是热爱的，只不过我的薪水比较低，这都是一个开始。就无论高薪和低薪，它都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但是我想说的是，你的这份心，包括你刚才提到买包包、你买衣服，你总觉得你的衣柜里边衣服总是不够，有没有可能就是物质满足不了你，更需要一个精神上的慰藉呢？那有没有可能你一直强调低薪的话，是不是你对自己的配得感是有问题的呢？因为你热爱的东西就配得是高薪的呀。你做这份热爱的工作，它可能就是低薪的，这和配得感不配得感没有关系。你做高薪，你就觉得你一定配得这个工作吗？我觉得这个和配得感没有关系啊。
那我很想问你，为什么你一直在谈低薪热爱的工作？你可以抛开现实问题不考虑，你是因为就是家庭有实力的支撑，就让你不考虑这些未来发生的这些风险带来的这些负担吗？那我想问你，你一直在讲高薪，就好像把钱说的是一个万能的东西。我想问你，你所追求的高薪背后到底是什么？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其实他抓住我蛮多漏洞的，他的反应速度是非常快的，而且呢，他是对自己的利润是非常的扎实。我一直没有强调过钱，我强调的是高薪背后的价值。我想问你的是，低薪的天花板高还是高薪的天花板高？就是同样这样一份工作，我同样发1万块钱给你，领导是选择一个对于工作很积极向上的一个人，还是选择对于工作就是很讨厌然后很消极的一个人？他肯定会选择前者，对不对？所以你怎么能确定你这个高薪是一个持久性的呢？但是反而我这个热爱它就是一个持久性的东西。上班认不认真，这是专业能力的问题。当你有专业能力跟职业操守的时候，你不会因为你热不热爱就影响你的职场的表现呢。所以高薪讨厌的工作，你一样可以很认真负责的完成，并不是你一定要非常喜欢这份工作你才能做好的，这是专业能力跟职业素养的问题。那我就想再问一下，你认为的低薪热爱，你的持续是能持续多久呢？其实你一直就是想攻击我没有钱或者什么之类的嘛，我明白你的意思啊。但是我想跟你讲的是，你不要低估我们这份热爱。我知道我存在这个世界上它是有价值的。我相比较于我去追求那个银行卡里边冰冷的数字来讲，我更想要去追求别人跟我产生了一个共鸣。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为了钱去驱动的一个机器。你有钱之后，你想要做的根本东西是什么？是不是我可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才是我想要问你根本的问题。但是你一直都没有回答我。我从来没有说高薪讨厌的工作是为了追求钱，我一直在说这个高薪工作是代表了你所在的行业是在上升销红利期，这是一个背后的长远的一个价值。但是我非常认可你刚刚说的，肯定要有热爱的事情，是不是？但是对啊，所以我们就选热爱的就好啊。对，但是我也一直在问你，那现实问题为什么你可以不用考虑？这是不是一个经济的利己主义？时间到，谢谢两位，太激烈了，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好不好？两位都站在自己的角度，给出了非常尖锐、非常犀利的观点。那接下来要进入到你们的结辩环节了，先开先杠后结，由翠儿先结辩，120秒钟的时间计时开始。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我们先谈生存，再谈理想。高薪带来的并不是委屈，而是你拒绝别人的底气，以及你未来选择的可能性。我们别让一时快感决定你一生的格局。成长就是要学会用今天的克制来换取明天的自由。谢谢大家。那接下来非凡到了你的结辩环节，120秒钟的时间计时开始。其实今天这个话题，我们看似是在讲薪资的高低，你对工作的热爱还是讨厌，归根结底还是想让我们去探究这样一个问题：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是那个银行卡里冰冷的数字，还是每个月按时发到你手里的这几张纸？都不是。根本原因是我能够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我想遵循我内心的热爱，我想要实现我的梦想。这个过程我很开心，很满足。少年心气是不可再生之物，热爱没有了，它就是没有了。我希望等到我7老8十能够坐在躺椅回顾这一生的时候，我是有价值的。这辈子就算我没有白活。谢谢。谢谢非凡。小王啊，再努力哟，升职加薪都会有的。我碗画饼越画越多，画饼不如吃饼。超多香浓巧克力味豆，碰撞香脆曲奇，超多豆，超美味，美味曲奇趣多多。这么多年，我一直都用精纯面霜，皮肤更饱满，纹路淡了很多。因为它深入肌肤之下，多维度的让细胞变得更加年轻，才有肌肤之上这么惊艳的效果。两位辩手的辩论环节已经全部结束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大家选择的时刻了。现场的31位同事，做出你们的选择吧。
更加认同反方的观点，投非凡；更加认同翠儿所持的正方，请投到他面前的亚克力桶中。这个票型上暂时看到我们是非凡领先，不过没关系。那目前呢，只是我们的第1轮。在开启第2轮的辩论之前，我也特别想跟2位我们观察团的成员来聊一聊哈，你们心目中20岁、30岁、40岁、50岁的职场人，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你们会用一个怎样的词呢？20岁就是盲盒吧。20岁的人早上喝一杯黑咖啡，你就可以开启一个无限的试错空间，因为大家现在可以选择的太多了，又有 AI 助力，所以未来可期。30岁的话，他可能需要在职场的 KPI 啊、育儿啊，还有房贷的这个压力当中分身乏术。这个时候就像魔术师要施展一些魔法，有点像水晶，他们真的是被压力压出来的，但真的能扛事儿，并且在闪闪发光着。40岁的话，很多前辈大家都是在用自己的精力去给后辈铺路，在职场当中为你照亮一些黑暗的小角落，会比较像灯塔一点吧，是那种非常隐忍的，是他们非常内敛的那样一群人。50岁的时候千帆归尽，依旧是少年，就像楠姐一样。因为我真的是50岁，我这个年代的人确实赶上过起飞，真能成风口上的一只猪啊，也要胆儿大，抓住机会。但其实呢，这些年有一个群体，他们在职场中啊，可真是掀起了一阵风浪。没错，就是00后。在职场中到底是关键的作用，还是又整出了什么幺蛾子呢？今天我们2位呢，将在下一轮的团战中跟大家来一起深入聊一聊。2位观察员，接下来你们将选择1位组队成为你们的搭档，开启今天的2v2团队战，请选择。来问一问，为什么这样选择？就是我觉得翠儿她的职场的经历的年限要比我久很多，我觉得她的气场跟我也比较相互融合啊。那么这边呢，问一下刘楠为什么会选择我们的非凡？因为我觉得她既犀利又搞笑，我特别好奇她到底有多少面。很多面。 2位都是潜力股，看看今天的观察员能不能发掘出你们更多精彩的一面。让我们看看今天的辩题是什么。00后整顿职场是勇还是坑？接下来2队将选择持方，我手中呢有2个文件夹，分别里边是正方和反方。那由我们目前暂时落后的翠儿来先选择，你想选择的是蓝色吧？好的，那本色交给非凡。好，给大家看一下，你们抽中的是。好，翠儿这边反方，你认为00后整顿职场是坑，非凡选择的是正方，00后整顿职场是勇。接下来呢，由反方翠儿，你们的组合将告诉我你们选择先后手。商量一下是吧？选择先吧，先手。那么你们将会先开先杠后结，那自然非凡你们组合将是后开后杠先结。2队各有20分钟的备战时间，你们可以到备战间去做准备了。20分钟之后，我们辩论台再见。咱俩应该叫啥对名啊？我们还是得跟职场相关一点，谐音梗一下，谐音烂梗一下。退就是青绿色的意思嘛，你可以叫放轻松啊，放轻松可以耶，放。No， 哦，是谐音梗，青色的青。哎呀，哦呦，你看咱们是讲说00后整顿职场是勇，我就是00后，我70后，00后、70后、007，哦，这个好，007。你有什么想法对这个辩题？00后他们想要整顿职场，更多是因为他希望被理解、被尊重、被听见，但是他的这个整顿的这个方式，并不能带他们实现他们想要的一个结果。
整顿它就是使无序变得有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就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词。对，他那个勇气嘛，对吧？然后表达了我的什么价值观。那我们其实能说的就是你是自己能负担得了这个成本，对，你是不需要顾及后果的勇。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冲动。你像可能80后会被说是垮掉的一代，90后被说是非主流的一代，那到这儿00后又说我们是整顿职场的一代。对，就是每一代人都会经历这个过程，这个很正常，就是时代性，它应该是有一个时代性在这里面的。那我们再看看 AI 怎么说，就是它会打击我们的哪些点？我们可以就是用 AI 搜索一下，它这里有一点说蛮好的，就是错失职业成长的窗口期。不再做沉默的大多数。对，我觉得这个挺好的。第二就是忠于自我，捍卫个人价值，这是一种清醒。20分钟时间到了，让我们共同看看两队准备的怎么样了吧。来，欢迎两支队伍回到辩论台，欢迎你们。那两队都已经组队完毕了，马上就要开始辩论了。同样，开始之前，两队给对方放个狠话吧。就一句放轻松，让你不轻松。我想说这个辩题啊，00后整顿职场。今天我要告诉你，00后不仅要整顿职场，还要整顿你们。正宗00后。好的，接下来将开启到两队的立论环节。立论呢是将有120秒钟的时间。那么刚才呢，我们的这个放轻松队伍选择了先开，所以呢，你们即将开始到你们的立论环节，120秒计时开始。各位，我们看到的00后整顿职场，本质上是一种危险的误导。职场是价值交换的地方，而非宣泄的场所。我们以对抗的姿态去整顿，你对抗的不只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挑战的是一整个运行多年的系统。这不仅无法动摇问题的根源，反而会固化你难以合作的标签，严重透支了你的职业信誉。在 AI 已经开始不断的取代初级工作的今天，你在最应该积累核心竞争力的时候，你选择的不应该是冲突。无论是职场还是人生，情绪不能兑换成话语权，但实力可以。当你通过专业能力成为不可或缺的人的时候，你根本无需去整顿职场，因为那一刻，你就是职场的新规则。谢谢。感谢放轻松组合。接下来我们有请007组开始你们的立论环节。作为全场唯一的一个70后，我和我的同龄人恰好是被你们整顿的那一代。我常常问自己，为什么整顿职场的是00后啊，不是我们70后、80后？后来我发现了，你们是我们的孩子呀。正是我们这一代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开始强调思辨精神、冒险意识、国际视野。那么问题来了，作为父母，在家希望自己的孩子敢于挑战；作为领导，在职场上希望别人家的孩子言听计从。这难道不是一种双标吗？和楠姐我真的相见恨晚啊！我觉得如果你是我的领导的话，该多好呀！但是回归辩题啊，首先我们来看整顿这个词，我看一下新华字典怎么解释。整顿是将紊乱的事物变得有序，使其恢复健全的状态。好词儿，说明职场中本来就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对不对？那么勇气是指敢作敢为、毫不畏惧的气概。面对职场乱象，00后怀揣着毫不畏惧的气概，使其变得健全，这就是勇气。这是新华字典和9年义务教育告诉我们的道理。那可能有人就会说职场默认的规则就一定会有它的道理呀？谁上班不受委屈啊？你不要意气用事好不好？你知道这特别像我的领导经常跟我说的吗？新人不要计较得失。加班就是为了锻炼你，你接下来是不是还要说现在环境这么不好，我都给你工作了，你还要什么工资？当
当你被社会规训的站不起来的时候，现在00后站出来了，说我们要拒绝无意义的加班，通过合法的手段去解决这些问题。作为既得利益者，你享受了按时下班的权利，却要倒打一耙，说00后太冲动了，整顿职场这就是一个坑。我觉得你这么做有点不太好啊，你不能得了便宜还卖乖，我觉得你这个行为才是一个坑呢。谢谢，感谢两队带来的精彩的立论环节。接下来要进入到激烈的开杠环节了，每组都有90秒钟的发言时间。开杠环节计时开始。00后整顿职场这话是谁口中说出来的呀？谁说出来的重要吗？它是勇还是坑？我们聊这个问题就行。当然重要，这是谁的勇又是谁的坑？你们是否觉得这样的勇气背后是要有成本的？任何事情都有成本，那这成本谁承担了？所以说你的意思就是说每个00后都是不稳定的，包括我是吗？虽然我看起来好像确实不太稳定啊。你们一说好像我们就是一个愤青是莽夫一样，我觉得这是你对我们的偏见，这不对。我并不是说所有00后都是这样子，但是不理性的人确实会影响到理性的这些00后，影响到他们找工作呀。你这样子说，是不是说以特例去概括我们整个一个庞大的00后群体呢？我们可以去沟通，可以去交流，整顿它本身就是使一个紊乱的事物变得有序。你怎么知道你的整顿一定是能够让职场变成有序？作为一个职场新人，怎么判定你认为的有序就是对的？那我现在问你，无偿加班是对的吗？非凡他用很多的热情在讨论这个辩题的时候，我是用比较理性的方式去回应他这些热情。那我想问一下，你不加班的工作是给了谁做？所以我们提出来了，我们说这个事情不对。今天就因为我不加班，我走了，整公司垮掉了，是不是反而恰恰说明你们公司有很大的问题呢？因为在工作当中，每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你以为你的勇是在给这个职场塑造一个良好的生态，实际上反而害了你的同事。所以你就一直在看那些个失败的案例。我们是一个理性的群体，你们一直在给我们扣帽子，说哎，你们00后啊就是很疯狂，做了一些特别不理智的事情。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从来没有。我们刚才一直强调的是，你要分清楚这句话是谁说的，是你作为一个00后说的，还是这个00后整个群体都这样认为？70、80后难道没有整顿过职场吗？当70后、80后在职场上的时候，他们提出一些狼性文化。现在00后来说，我们要更追求一个公平和效率，反而你们说这是坑，不要去做。老板给你加工资了吗？天哪，这正是想告诉你的，你才是站在老板的角度考虑问题，因为老板把这个责任通过对勇的宣扬推到了00后新人的头上呀。但是前提是老板不作为，亲爱的，他应该去做，他不做，沦落到我们去做这一些事情。对于那些没有办法进行职场整顿的00后呢，他们叫什么？他们叫不勇敢吗？他们叫不配吗？那他们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坑吗？当然是坑了，导致他们离职了，导致他们找不到工作了，那对他们来说确实是坑啊。所以你的前提还是00后是一个什么莽夫？你们80后不盲从，90后不盲从，怎么到了我们00后就开始盲从了呢？所以把责任推给你们呀，所以说你们才是承担了这个责任的人呐。问题出在我们身上吗？问题是出在推的这个人身上，反思一下自己吧。感谢两组带来的精彩开杠，给他们掌声。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到结辩环节。007组率先结辩，你们有30秒钟的时间，计时开始。勇敢拒绝绝对不是冲动，而是对公平和效率的追求。时代在变 ，AI 和互联网正在推动商业的个性化，死守爹味的管理只能被淘汰。您方一直告诉我们说你要明哲保身，可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年轻的心气一旦失去就再也找不回了。或许我们的努力能让10后、20后在未来拥有更加健康的职场，这就是我们这一代的责任。今日我若冷眼旁观，他日谁人为我呐喊？我其实心里很清楚，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但是我仍然愿意坚守我的内心。真正的勇气，它不在于声音大小，而在于立场的坚定。因为我怕世界需要改变的时候，只差我这一个声音。
谢谢。接下来进入到放轻松组合的结辩环节，30秒钟计时开始。00后以为在整顿职场，但实际上你可能是在被职场边缘化，把个体的行为标签化为一种勇，特别是放在社交媒体上去大肆宣扬的时候，是一代人在为你一个人的勇承担成本。所以职场依旧是波涛汹涌的，没有改变。如果说这种勇成为有资源者的特权的时候，必将是我们更多没有筹码的人的坑。谢谢两组带来的精彩结辩。接下来，现场的31位同事进行投票。如果您更加支持反方，请将方块投入到他们面前的亚克力桶中；如果你更支持正方，请将方块投入到他们面前的亚克力桶中。那么接下来呢，我也将投出我的一票，我也把我的一票投给两位。谢谢两位观察团，也同时有请我们工作人员撤杠台。首先想问一问两位辛苦的观察团的成员，想问一下两位什么样的感受呢？我觉得和非凡合作特别的愉快，他其实非常启发我。我也看到翠儿就是非常的冷静哈，非常的淡定，这也是在新人中特别少有的。在职场上，我们反倒要用这种非常清冷的眼睛去抽离一下，去看待正在发生的事情。刚才跟那个非凡开杠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有趣。我很希望将来像非凡这样的人是我的同事，要不要考个法考，然后来我司工作？招聘了，现场招聘了。感谢领导，感谢老板，我将誓死追随你。我希望你还是依旧保持这种勇，因为成本这件事情是可以拉到很漫长的岁月去评论、去承担的。虽然我们现在气氛非常的融洽，但是最让人紧张的时刻，两位观察团的成员，他们手中还有5票，由你们来做最终抉择吧，请投票。好，两位观察团全部投票结束了。那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两位将票数全部投给了这个翠儿啊。两位的输赢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因为工作人员还在紧张的统计票数当中。问一问现在大家的心情如何吧？非凡紧张吗？不紧张，我觉得体验而已。真的。那我们来问问翠儿什么样的感受啊？现在？我心情还挺复杂的，因为我觉得非凡变得特别的好。因为这个也是我第一次站在舞台上去辩论嘛。但我觉得非凡还是一个非常可敬的对手。你也是。好的，我们期待一下最终结果。谢谢。最终的票数就已经在我的手中了，接下来由我为大家揭晓两位辩手的最终票数。那么徐非凡，你的最终得票为36票。翠儿，你的最终票数是37票，恭喜翠儿成功晋级。此时此刻，先问问翠儿什么样的心情？激动吗？我还蛮诧异的，对，内心觉得自己输了，是不是？也不是，我就觉得非凡真的表现得非常好，但我也很开心，我可以晋级。其实他有非常多的情感，然后很多的情绪在里面的，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打动我。然后我觉得他有自己的坚持，有自己的热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事情。罗老师当时对我说：“非凡，你啥时候考一个法考呀？欢迎你来我的工作室。”我觉得可能是对于我这种不服输的精神的一种认可。投票的时候，我把票投给了翠儿，但是非凡也很棒，所以我去拥抱了他一下，给他一点鼓励。非凡真的很优秀，他会有更非凡的未来。体验是最重要的，结果好像并没有那么重要。只要我们站在这里，只要我们开始了，只要我们去做了就够了。那我们也要感谢我们今天的两位观察团，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非常尖锐的角度和思路。然后最后我还是想祝两位选手吧，我先跟非凡说，非凡，请相信你自命不凡。
谢谢老师。然后我相信你肯定会找到你高薪且热爱的工作的。然后对翠儿的话，你见职场多妩媚，职场见你应如是。然后祝你决赛顺利。谢谢。哇哦，小诗都已经写出来了。今天2位辩手的辩论，无论是哪句话戳中了你的心窝子，亦或是给你带来了什么职场新招，希望你们能够把所有的智慧、勇气统统打包带走。我们开麦，散会，拜拜。让我们继续下一期唇枪舌战，辩出职场人的心声。再见。成长是伴随阳光和波澜的一步步。爱他美销量冠军卓奥9:1自护益生元设计，快速激发，5天看见99%黄金效果。卓奥自护卓越可见。赫莲娜小露珠饱满水，1瓶3补，补水、补油、补精华，肌肤如露珠，饱满自透光。赫莲娜小露珠。有请2位辩手。摩拳擦掌啊！黑话用得好，下班回家早。今天我就来撕下职场黑话的遮羞布啊！你说的是人话吗？别装啦！功劳是你老板的，锅是你的，你这时候应该怎么办？牛马打工人这样的自嘲就是最可怕的。电视看爱奇艺就用奇异果 TV， 畅享高品质视听。解锁上百种追踪方式，收获成吨的快乐源泉。你的私人定制尽在爱奇艺综艺。高谈阔论，抓手打法必还。我默默回，你多说一句，牛马打工人可以多给你一点加班费吗？打工人哪有不疯的？是告诉你我看穿你了，不光要用，还要用的理直气壮。情绪的排解有很多种方式，情绪稳定的时候才有机会沟通。老板怎么又开始要情绪价值了？多激动！我直接把这个黑话摔在地上。接下来我将为大家公布最终票数是